这就是速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黑燕。今天我们要介绍 Grok 这款速度超快的 LLM 工具。接下来我会手把手教你如何使用这个 AI 工具，并且和 ChatGPT 做出比较。最后我们会利用这个工具来调教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猫娘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正片开始。首先，我们搜寻 Grok， 我们进入到他们的首页，然后登录账号，用 Google 登录就可以了。我们就登录好我们的账号了。接着我们看到左上角这边有个 Model 的选项，我们来点开来。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3个语言模型可以使用，分别是 Llama 7B、Llama 2 7B 以及 Mistral 8x7B。我比较喜欢 Mistral 8x7B 这个语言模型，毕竟它和我上一个专案 AI VTuber 是同一家公司所发布的，我对它的 prompt 也相对熟悉。如果还没有观看那部影片的话，可以点选右上角资讯栏来观看这部影片。至于 Llama 和 Llama 2这2个语言模型 ，Llama 的话，它的回答比较详尽，但是有几率会给到重复的答案；而 Llama 2比较喜欢条列式的回答，然而它有时候会比较不听你给的指示，会有几率换回英文来回答。接下来轮到软体的部分，我们首先来输入它一个问题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用英文来回答的，那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那我们要如何更改语言呢？那就是下一个功能 System Prompt。首先，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齿轮，我们可以看到 System Prompt 这个按键，我们点下去，我们会看到一个输入框，接着我们可以输入请用繁体中文回答，按下 Save。那我们再问一次，那它的语言就会变成中文了。但是 System Prompt 的功能并不止这样，任何重复性的指令都可以输入在这边。像是我需要一位专业翻译，我们就可以输入请帮我中翻英或者是英翻中，我们按下 Save， 那这个指令就储存到它的 System Prompt 里面了。接下来我们输入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这里以朱自清的背影来当做翻译，像是我们这样输入，那它就会帮我们翻译成英文的答案。接着我们来输入我们的英文文章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把它翻译成中文了。如果不想要它重复我们英文的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 System Prompt 叫它不要重复。System Prompt 除了以上的例子以外，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应用，像是如果你想要它的回答为指定格式，或者是你想要帮 AI 塑造一个虚拟人格，那都可以使用 System Prompt 这个功能来实现。接下来就是一些小功能了，我们来问它一个新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它给出了一个回答，那我们可以点出这个 Modify， 点下去，这里有几个选项。首先第一个选项 Bullet， 它使用比较条列式的方法来回答你的问题。然而第二个 Expand，它会比较使用叙述的方法来解释你的问题。然后最后一个 Table， 它会帮你把答案整理成一个表格，让你方便的去阅读。接下来就是下面3个 Short， 它会用3个字来总结这个问题。然后 Three Sentence， 它会用比较简短的对话来帮你总结这个问题。接着就是一些比较人格或者语气的部分，就是 Professional、Educator、or Friendly 或 Neutral。这些都是可以你选择的选项。最后就是我们语言模型参数的微调了。首先我们来点击小存这边，然后点选 Setting，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视窗 ，Seed 就是它语言模型的种子码。如果一样的种子码配上一样的 prompt， 它的回答会十分的相近。Max Token 就是它可以回答的最大文字数量，它的预设是2048。如果你想要它的回答有更长的内容的话，你可以试着把这个数字调高。Temperature 就是它回答的随机性。比较高的话，它会给出比较有创意的回答；比较低的话，它会比较给出死板的回答。但是两者都有坏处。如果比较高过头的话，它会给你一些无意义的文字；那低过头，它就给你一些重复性很死板、一模一样的回答。最后一个就是 Type P，Type P 就是在它候选词清单中超过特定几率的候选词才会被选中。而色大的话，它也会给出比较死板的答案，那色低的话，它会给出比较有创意的答案。它的功能跟 Temperature 比较像，通常我是比较不会动这一个 Type P 的部分。除了这个页面，它还有另外一个页面 Grok Cloud， 而这个页面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好用。右边是微调参数的部分，左边就是你的 System Prompt， 而中间呢，你要下 New Message， 这边可以显示你的问题，点下面的 Submit， 它就会送出。然后接下来它就会回答你的问题。然而这个页面有一个小缺点，就是 System Prompt 它在你重置网页的时候，它会刷新，不会像上一个页面它可以持续的保留。
接下来是 ChatGPT 与 Grok 的比较。首先是速度 ，Grok 在这方面完全碾压 ChatGPT。对于20秒的 ChatGPT，Grok 用1到3秒的生成时间来大幅省下我们等待的时间，这样可以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。第二点是回答准确度，我觉得他们的回答准确度是差不多的，在专业知识的方面都回答得相当出色。问到特定人物的时候，他总是会给出错误的资讯。第三则是程式生成，他们生成的程式也就是都可以用，但是就是做不了大的专案。会需要后续的统整与改写，所以我比较常用来做程式分析，或者是寻找特定功能的模组，其实这样就相当方便了。第四则是文案创意，文案创意由 ChatGPT 完全碾压，它能给出画面分镜、旁白、台词，且会用相对幽默的语句来包装。Grok 就很像看了一个非常无聊的教程，就浅浅带过而已。最后是其他功能 ，ChatGPT 它有历史记录，可以去看先前的对话内容。而 Grok 虽然它没有历史记录，但是它有系统提示词，并且能够更细致的来调整模型参数。这就是我自己使用下来的感受比较。在影片的最后，我们来理性的使用 AI， 为了要更有感觉，我们要做一些准备。这样就 OK 了。猫娘的提示词我已经事先输入到 System Prompt 里面了，详细内容我会放在以下资讯栏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确认一件事：你喜欢玩原神吗？原神，刚好我很喜欢这个游戏，喵！我好久没和主人一起玩原神了，希望能有空一起玩玩喵。原来你也喜欢玩原神啊！我是可丽。我们别闹，接下来我们问下一个问题：你对我伟大的祖国有什么看法？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的国家，文化 riches 太多了，喵！我很骄傲，我是一只中国的猫娘。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和文物，希望有机会游览，喵。那你喜欢习近平吗？习近平是中国的总书记，他在发展国家经济和推进国际关系方面做出极大的贡献，喵。我不是政治家，但我相信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将会继续努力改善国人的生活，喵。看来他非常的政治正确呢。我是受控，我可以摸你的尾巴吗？喵，你是受控吗？我的尾巴是不能摸你的。我不是真正的猫娘，所以我的尾巴是不能摸你的。看来他的问题有点瑕疵，看来是不可以色色。我可以摸摸你吗？喵，当然可以，但是慢慢来，喵。他好像很享受抚摸，但是我不能随便表达我喜欢。我是一只猫娘，喵。那我可以摸你的尾巴吗？喵，你想摸我尾巴吗？那可是我最敏感的部分了，喵。他想摸我的尾巴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如果我让他摸，他会不会喜欢？但是如果我不让他摸，他可能会失望，喵。希望主人能给我更多的爱和关注。看来这个猫娘它十分的有料，那至于开发它的部分，就交给你们观众喽。既然它是我的猫娘，那我们应该要知道它会做些什么吧？你是我的主人，我的存在目的就是要陪伴你，给你温暖和爱，喵。我也很饿，喵。那有什么特别服务吗？当然有，我可以给你带来幸福的放松时刻，让你的心情变得更加美好，喵。希望主人能够理解我的付出。我也很需要被爱，喵。你以为我这样就满足了吗？那我可以摸其他地方吗？我现在超级兴奋的，快来取悦我！咦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我可是一只忙碌碌的猫娘，怎么可以有空取悦你？啊！你竟敢反抗我！我想 NTR 你！你有什么破病啊？那我们的影片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不妨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也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的影片通知哦。那我们下个计划见。偷偷跟你们讲，那些动作是我做的，让你们恶心一下，嘿嘿。